红葡萄酒是女人的最爱，常喝红酒对身体好处真的是太多了。有哪些好处呢？平台也不允许我说，因为我不是专家。我说多了，平台呢就会屏蔽这条视频。因为我知道红酒对身体特别好呢，我每年就酿300多斤的红葡萄酒。为何我今年才酿40斤的葡萄酒呢？为何这个红葡萄酒的颜色也不一样呢？是不是这个红葡萄酒不能喝呀？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爱做美食的于姐，好久没有出镜了，我都想你们了。好多的朋友呢还没有见过我，见过我以后是不是有点失望啊？其实啊，对一个50、60岁的老太太，你不要有那么多的要求，关键我是能给你做好吃的就可以了。今天呢，我就借助这些红葡萄呢，给大家分享一个酿红葡萄酒。提起酿红葡萄酒啊，我最有发言权，因为我酿了10几年的红葡萄酒。看一下这是我去年酿的红葡萄酒，虽说这个颜色有一点退缩哈，但是它的香浓的程度是非常的纯正，非常的好喝哦，跟买的葡萄酒完全不一样。今天呢，我会把这些过程一步一步的给大家分享，希望呢你能有耐心的把它看完。下面我们开始吧。首先呢，把买回来的葡萄放在流水上面冲洗，这样呢能冲洗掉里面的杂质还有小虫子。千万不要用抹布或者小刷子把上面这一层白霜给刷掉了，因为这个白霜呢是天然的酵母，它可以帮助后期的发酵。酿葡萄酒最好选用这样花紫花黑上面有一层白霜的葡萄来酿，它可以一次性发酵到位，酿出来的葡萄酒颜色红亮，味道浓香，看着就想喝2杯哦。葡萄用流水清洗干净以后，给它放在一个阴凉通风的地方，给它晾干表面的水分。洗干净的葡萄千万不要用太阳晒哦，用太阳晒做出来的葡萄酒是酸的，而且呢还会导致2次发酵，直接导致失败的主要原因哦。酿葡萄酒失不失败和洗有很大的关系，有的人喜欢把葡萄摘掉一粒一粒的洗，那样洗的话80%都会失败。第一个失败的原因呢，就是一粒一粒的洗，它容易摩擦，把上面的一层呢天然的酵母菌给它洗掉，直接影响后期的发酵。第二个呢，一粒粒摘掉洗呢，把子那个地方呢有破损，在洗的时候呢容易溅生水，洗好了以后不管你怎样晾晒，上面的水分呢就是晾不干，所以呢能导致失败的主要原因。我每次洗葡萄的时候呢，像这样掉把的，它又含的有水分，我就不用，我就好的把它吃掉，烂的呢就把它扔掉，这样呢避免后期的成品呢会导致失败。葡萄表面的水分现在已经晾干了，用手一把抓几个，用力一捏，把每个葡萄能捏开口就可以了，给它放入我们提前消过毒的玻璃罐里面。往些年呢，我就用这个缸一酿呢酿了个2、3缸，酿了几百斤葡萄的，自己喝呢也需要100多斤，剩余的呢送亲戚送朋友。那今年为啥又才酿的这么一点点呢？因为这2年疫情，干啥不成，导致呢手头有点紧，葡萄呢也翻倍的涨价，往些年呢才8毛钱一斤，好的才1块钱一斤，今年的葡萄呢涨到2块4毛钱一斤，实在是舍不得买呀。葡萄捏完了以后，按10斤的葡萄加2斤的冰糖，按此推算。假如说葡萄要是偏酸，可以多加一点，加个2斤半至3斤也是可以的。冰糖加完了以后，不要马上给它翻拌均匀，只要把冰糖给压一压，铺平在上面，这样呢酒容易出来，冰糖呢也容易化。你要是给它翻拌均匀以后呢，冰糖就会沉底，那样呢冰糖也不容易化，就给它铺成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呢隔2、3个小时来给它翻拌一次，当天呢给它翻拌个2、3次，冰糖就会化掉了。对了，还有2个注意事项，我要给大家提个醒。第一个呢，这个容器不能装得太满，因为装满了2次发酵呢，酒容易溢出来。第二个呢，封口不能封闭得太严，封闭得太严呢，因为发酵呢里面有气体，这个玻璃罐子呢容易爆炸。今天呢一共买了40斤的葡萄，家里面的冰糖呢不够，我又加了白糖，白糖冰糖都是一样的哈。本身呢我可以给它装入陶瓷罐里面，因为呢不利于拍照，我就用锅给它搅拌均匀。等一会儿呢，白糖融化以后，我给它装入陶瓷罐里面。以后呢，我们就不拍这个锅里面了。
葡萄酒晾上了以后呢，除了当天给它搅拌个2-3次，促进冰糖融化，今后的10几日呢，就是隔一天，就像这样，给它往下压一压，这样呢，发酵呢，能使里面的色素呢溶解到酒里面，做出来的酒呢更加红亮。转眼间快2个月过去了，我们的红葡萄酒呢已经酿好了。从哪里可以判断我们的红葡萄酒已经酿好了呢？第一个，从玻璃外面观察，没有气泡往上窜。第二个，下面沉淀的有酒梨，也就是说葡萄肉已经变成酒梨了，沉淀在下面。上面飘糊的葡萄皮呢，用消果毒的工具把里面的酒呢给它过滤掉，然后呢把这个皮呢给倒掉，也可以用它呢种花肥田用的。红酒全部过滤完以后，给它放入玻璃瓶里面，静放个10天8天。等它变轻以后，给它倒入一个可以封闭口的一个容器里面。我选用的呢是5公升的大矿泉水瓶子，把矿泉水瓶子里面倒一点点的白酒，给它消毒。消完毒了以后，用硅胶软管，然后呢再给它倒入矿泉水瓶子里面。您喝的时候给它拿出来一壶，也特别的方便，封闭呢也特别的紧实。这个4壶呢是我今年刚做的。它颜色呢明显的偏深，这是我去年做的，放时间长了，颜色明显的就没有这个鲜红了。我下面呢来给大家倒一点，让大家看一下这个颜色。按我这种方法酿出来的红酒，酒香味纯正，味道香甜，特别的好喝，一喝就会爱上它。关键是放2年也不会坏哦。至于社会上的传言说自己酿的酒呢，里面有什么东西没有提炼出来，喝了以后呢对身体没有好处，这么多年呢我喝了一直很好，我也不信。假如说你要是懂的话，欢迎大家呢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吧，我是于姐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请不要忘记关注我哟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啦。